感兴趣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兴趣帮忙？帮什么忙？点火。我手上有方可倩操性侵的影片。你杀方可倩的时候录的？伤害方可倩的凶手录的。想利用我帮你洗白？凶手如果是我，那还有什么新闻价值？你有凶手是其他人的证据，为什么开庭的时候不拿出来？等你看完影片之后，你可以决定凶手是否为我，决定权在你，选择对你最有利的角度下笔。大律师，你会不会太有自信啦？这个火点下去，不知道它会烧到哪，很有可能连你都会被烧到。但对你却完全没有影响。比起帮我，这更像是帮你自己的事业。认识长荣分局的任飞吗？喂，这样。哎，吃饱了没？队长，我是被停职，不是失恋。干！你失恋关我屁事啊！听你的口气啊，比用猜都知道，你又在替两人都卖命了啊！会有分寸。妈，不耐烦啊！要是不喜欢我啰嗦，那可以不要接电话的呀！干我才不习惯呢！哎，现在局里少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不要忘记要给我证据不要让我失望，跟你讲好了，谢谢。自己小心点啊！拜拜。喂，梁延东要我打给你，他说我要的东西在你手上。他是疯了吗？他为什么要找你？问你啊，如果你还有工作的话，哪轮得到我出马？他拿什么利益跟你交换？我这个人很简单吧？先把话讲清楚，不然我不可能给你任何。我不需要你喜欢我，我也不需要你相信我，但方可倩的影片你一定要给我。方可倩的影片公开才可以引起注意力，才可以在开庭前测风向。测什么风向？民意检方还有谁？真正的杀人凶手啊！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？你觉得我是怎么会知道 Molly 是结过婚的态度不够？我又怎么会知道你每一次解剖完之后都会吐到胃都要掉出来？张贵珠53岁，平常的工作是带孙，偶尔出门上班赚点外快，在一间青年公司上班。阿姨啊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这小学弟说做事情要靠直觉？因为直觉觉得我们这边有一堆垃圾，有一堆废纸需要回收。你买通我们警队阿姨？我只是陪他聊天而已哦。谁叫你们平常对他态度这么差，他才有那么多抱怨。我没有。
我已经证明了，影片给我吧。快点，大哥，我还要截稿哎。来。说吧，你现在怎样？学姐，你之前不是说你有个朋友专门找失踪人口吗？嗯。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？这跟你被停职有关吗？你可以不说，我可以不帮。我要找梁延东之前失踪的委托人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之前不是我救你的，是因为有梁延东的破会，大家才可以知道你的位置。所以你到底是要找谁？吴玉兴，现在只剩下他能证明梁延东的清白了。如果梁延东真的有罪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，就算没有人相信我，我也会靠我自己找到真正的凶手。学姐，他要开庭了，这次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等一下把吴玉兴资料传给我。学姐，你可以。我不会让对上的人知道。不过。倒是有个边缘人可以派得上用场。任飞，我进去吴玉兴家的监控系统。你说吴玉兴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大概是1年前，正确时间不太确定。这样花2、3个礼拜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啊。那怎么办？我换一个方法试试。有了，还好他们大楼用的是电子邮件签收。从吴玉兴最后的收件时间来看，是在去年的10月17号。寄件者是一间搬家公司，所以他搬家离开的时间应该是在10月17后几天。这是他吗？来，我拜托以前同学帮忙，失踪人口资料库里面没有符合条件的人，表示这个女人虽然人间蒸发，但至少不是失踪人口。查他家户籍地所在位置，会不会有线索？他家里的人我都问过了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，加上他很常换电话，更没有办法联络。能从搬家公司调到资料吗？好像可以试试。康杰搬家。
新安区安德路150号。好，地址就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。吴玉兴的地址，他就这样直接给你了。大家各取所需，两人都让你给的东西呢？只有方可倩的影片。OK， 我确认档案没问题之后，再把地址传给你。我跟你说，方可倩虽然人不在，但她的家人还在。你的报道不能有半点捏造。这个世界光真相就够我写的了，好吗？你不要踩我底线，否则不管梁彦东跟你说什么，我自己可以中断跟你的合作。OK。涉嫌性侵伤害放行空姐的嫌疑犯梁彦东，多次开庭期间坚持不认罪，没想到就在最后上诉之前，本刊独家接获匿名爆料，爆料者提供了一段方女遇害时的事发影片，影片中惊现凶手身影，但因头戴面具无法辨认其身份。由于时机敏感，究竟爆料者是要让梁彦东一刀毙命，还是在暗示真凶另有他人？以上是《风周刊》记者季思琪独家报道。检察官有看过梁彦东伤害方可倩的影片了吗？请问案发现场的影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检察官可以说说白话吗？我相信很快就有判决了，毕竟凶嫌罪大恶极。这一段影片当初在侦办的时候，并没有在梁彦东或是死者的家中被找到，但是警方呢会很慎重的看待影片的内容，接下来就是听从检方的指示行动。讲完了。跟上，跟上。点阅率已经破200万了，空姐云交馆还有话题。你都没有想过方可倩父母的感受吗？大哥，你要不要搞清楚我们现在在这里干嘛？我写一篇没人要看的新闻，是可以帮到梁彦东什么？而且你怎么不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就喜欢看垃圾新闻？你跟梁彦东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还是你们在一起过？好恶哦！他个性那么怪，谁要跟他在一起啊？梁彦东是我爸的学生啊？他们以前是东林市警局行为分析小组的同事。那时候我爸就一直跟他说，做人不要太固执，圆融一点。他也没在听，现在就出事啊！简单来说就是个笨蛋。
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看过这个人吗？是来拿咖啡豆的客人吗？我是昌荣分局的任飞，我这边有些问题想请你帮忙。影片里面的女人叫方可倩，请问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们知道你跟方可倩私底下在做实验，你们遇到同一个变态，你被他伤害过吧？去换上班的衣服。我这样很不舒服。你们怎么会有这些影片？因为在侦办其他案件，我们在一个喜欢性虐待的网站找到的，里面还有更多跟你一样的受害者。能不能拜托你告诉我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怎么会没有什么好说的？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忍受啊？你还有机会可以反击。这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方可倩跟你一样遇到同一个凶手。
可是他没有你那么幸运。他遭到袭击之后陷入昏迷，不久之前过世了。我很抱歉。你还好吗？啊，没事。你老公适应处理的怎么样？已经排到通知了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就给医院安排手术时间。啊，终于。那你之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嗯，恭喜。这都要谢谢你之前的帮忙。这种事情。大概也就你会这样跟我道谢，还是不要提了吧。伤害你跟方可倩的人是梁延东吗？为什么要提到他？我们需要你出庭作证，证明他不是伤害方可倩的凶手。不关我的事。怎么又不关你的事？如果你当初遇到那个变态，先报警，方可倩也不至于死路一条啊。我背着我先生做私约，还被我自己的客人威胁，我要怎么报警？是你的话，你会报吗？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突然，可是方可倩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梁延东不一样，你还可以救梁延东啊。我说不关我的事情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，你们不懂吗？对，你现在过好你自己的生活，但你却不顾别人的死活吗？是，就像梁延东一样，我不管他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，我帮不上忙，我也不想帮。怎么那么自私啊？我自私？那他当初有想过我的立场吗？吴小姐，外界都在批评你不愿意跟陆正生医院来做和解，目的是为了利用律师梁延东的名气，来索取天价赔偿金。要不要说一下你的看法？重点不是钱。不过外界现在都在传闻啦，你平常的开销非常的大，不仅出入高级场所，而且还会购买精品来制装，这些习惯都是你丈夫生病之前就已经有了。何况现在已经过世了，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呢？现在外面还在传闻，你不愿意和解是另有目的。根据我们的了解，陆正生一直不断在提高和解金，你们双方一直在议价，根本不像你对外界说的你不要钱，还是你要名气。吴小姐，你要不要说一下？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，吴小姐，吴玉玺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批判我？我找的是独立媒体的意见领袖，没错，他的问话很犀利。但是能够马上厘清外界对你的所有疑虑，同时还可以让所有人知道你的诉求，让医院再也无法忽视我们。我只是不甘心我先生的命就这样没了。是。我要的是一个公道。对。我不想在媒体前面被他们指指点点。而我现在在做的就是逼迫医院交出真相。如果真相就像张医师说的呢？他们也很想救回我先生。那我现在就是运气不好，如果是这样怎么办？
你先生的死，并不如医院说的那么简单。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共识。我是怕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是不是会造成更多人对医院产生误解，反而害其他人错过求医的机会什么的？这些都是医院的说辞啊，你可以不用理会。如果你现在心软，那么医院以后对人的生死更加不在乎。梁律师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件官司，但它关系到我的人生。我已经失去一辈子的依靠了，接下来的生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是不是私下接触了？我知道你说过不要私下跟他们谈，但他们真的很有诚意，还提高了3倍金额。用钱了事啊！对他们这种财阀再简单不过了。事实上是什么？事实上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先生的生死。那你有在乎我要怎么面对那些批判吗？我知道很难，但你不能屈服。一旦你屈服了，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一切都白费了。他们说你是怕输，所以才不答应他们开的条件。你拿钱了，对吧？我现在真不想知道你要怎么想这件事情，我只知道我不要上新闻，不要所有人都认识我，我要回到以前的生活。吴小姐，冷静，方向我们可以改变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新的策略，没有问题的。不行，人刚要我拿这个给你。哦，谢谢。梁律师，你的策略不适合我，我想结束我们的违人关系了。谢谢你过去的帮忙。我没有收你们半毛钱，原因是我想替你的先生争取正义。如果你的正义是自以为是，会害死人。我知道他做事情可能比较急躁一点，可是那也是因为你对他有所隐瞒。不管我当初做过什么，都是为了我先生。但是你从头到尾就是不敢面对你自己做过的事情，你这不就是在逃避吗？你气的不是梁恩东，你气的是你自己。为了让这一切过去，我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。我不会再为那种人出面冒险。我也不喜欢梁恩东，我讨厌他那自以为是、总是不顾别人的想法。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是无辜的事实。不管他做错了多少事情，他承受的已经够多了。你得到你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他也应该拿回属于他自己的清白。如果连你都不说出真相，那还有谁会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？
吴小姐，你再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梁云东是为了找你，才会在联络方可倩的过程当中被当成凶手。如果今天真正的凶手没有被抓到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再犯案？你还有力量，你可以救不止一个人。如果今天梁云东真的被定罪了，代替真正伤害你的人去坐牢，甚至被判死刑，你真的可以好好过日子吗？梁云东是不是真正伤害你们的人？至少你可以说出口这件事吧。不是。如果你愿意今天站出来出庭，你不用担心媒体这个部分，我可以帮忙。拜托，好吗？我帮不了你们，我先去忙了。这边请。吴小姐。大律师，老大珍藏。大律师，球，要把这个东西弄进来不容易啊！哎，花了我不少钱呢。怎么这么突然请我喝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在这里哦，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了，但几万个人里面也没看到哪一个人是真的是被冤枉。但是你可能就是下一个。大律师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进出这个地方，有80%的人，我光看眼神，我就能够判定他会不会对人家动手。另外有2成的人，我判断不出来，我就找他下棋。下棋当中会给对方留面子的，我相信这种人不会杀人。祝福你官司顺利。还有很多变数啊。变数一定有，不变应万变，好吧？来，干了。吧，顺利啊！备案呢？没有。没有备案，你刚刚走这么坚定？当事人拒绝，不然你要怎样？绑架他到法院吗？没有看过警察像你当的这么天真的。梁延东等一下就要开庭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好吗？我也在想办法。最小。我手机掉在店里了，现在就。如果你当初遇到那个变态，先报警，方可倩也不至于死路一条啊。
玉信，所有的难关都已经过了。等到你老公状况好一点的话，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住。我觉得你是一个蛮难得的好女孩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状况，你都可以跟我讲。嗯，谢谢。对了，如果我看了要求要去你家的话，你都要让他去。我怎么可能让人家欺负我？吴小姐，两人都是为了找你，才会在联络方可倩的过程当中被当成凶手。如果今天真正的凶手没有被抓到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会继续再犯案？你还有力量，你可以救不止一个人。喂，我是中诉次第101号案件的证人吴一兴，我今天会出庭。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台车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先报警，先不要下来。哎，小心一点。今天没有营业哦，离开。东西放这里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我们今天没有营业，走开！我也是听不懂这个。快走！快！
律师梁延东性侵杀人案在今天进入最后审理阶段，而日前曝光的凶嫌作案影片能否证明凶手就是梁延东，预料将会是本庭的结辩重点。根据本案检察官所起诉的刑责，梁延东一旦被定罪，将会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的处分。让条路，不要挤哦，找一条路，现在最后一次开庭，请问有什么想要说的？你真的以为我在吃饭吗？我已多次说明查无一心的来源，他是被害人方可倩的好友，不但能证明我并非真凶，还能指证凶手另有其人。走啊！谢整个操毒啦，还不是一个一个被我打爆？闭嘴啊！吴小姐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结束你的现在，你会和今天认识的那2个陌生人一起死在这里；一个是结束你的过去，你到法院指认梁延东是杀方可倩的凶手，我们会给你一些帮忙，让你切断这个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帮忙他做选择。我可以出庭指认梁延东，但我要确保他们是安全的。律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早上吴玉兴打电话给我，他今天会到。吴玉兴亲自打给你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计时器，干嘛？你稍等，吴玉兴做完证之后，你就死定了。你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？啊？你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？哇！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就多陪陪我爸了。但现在什么人都不记得，搞不好要等到上天堂之后看到我，才觉得说，哎，对哦，我还有一个女儿哎。至少他不会难过。我的遗憾啊，就是没有抓到杀我妈的凶手。
也许你还有机会了。我们离车子有多远？差不多2公里吧。刚刚手机喷出去之前，虽然没有报案成功，可是有拨出去。踹！110报案中心。喂。啊！又报案！你屌哎！哎！来，请坐。梁彦东，你要本院传唤的证人还没有报到哦。东林地方法院2021年度状诉字第101号，现在开庭。请被告确认荧幕上的年级资料。没问题。被告梁彦东涉及强制性交致死罪。本院告知被告得保持缄默，无需违背自己意思而为陈述。被告得选任辩护人，也可以请求调查有力的证据。对于以上的权利，被告是否了解？了解。请检察官先开始陈述起诉要旨。2020年11月30号晚上8点17分，西雅分局接获民众报案，有名女子身受重伤。当员警赶到现场时，该名女子倒卧在自家客厅，身上有多处伤痕。梁彦东因为案件委托人吴玉兴之缘故，获悉吴玉兴有个好朋友叫方可倩，梁彦东以追寻吴玉兴的下落为由，行骚扰之实，让被害者方可倩不堪其扰。再加上咖啡厅员工庄嘉玲的证词，他亲眼目击两个人有口角冲突，并且有肢体拉扯。方可倩负气离开，梁彦东随后跟上。医生虽然没有在方可倩的身体找到男性的体液，但是在下体处发现不明毛发，经送鉴定，并且与梁彦东的唾液跟毛发做比对，发现 DNA 相符。被害者日前重伤不治。根据以上犯罪事实，检方这边起诉被告梁彦东触犯刑法221条第1项与226条第1项强制性交致死罪。被告有何意见？被害人方可倩于案发后陷入昏迷10个月，最终的死因为出血性脑中风。但是，造成被害人在医院的死亡原因，与其在住所内遭受凌虐性侵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？检方卷宗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医报告说明，显示检方无法证明死因的关联性，而选择刻意忽视，机遇定罪，甚至在取得证据之过程当中，也有违背法定原则的情况发生。不可能，实在难以公信。希望庭上明鉴，以无罪推定原则，慎重审视检方所提出之一切不实之指控，还给被告清白。下车。我要怎么知道他们还活着？
痛哦啊！你这种绑架人的垃圾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考虑一下，先把我放出去，我可以让你比外面那些人提早假释。会不会打架？上面没这么打。烂爆了！加油啊啊！等一下！你们上人！这样，警方这边昨日接获工作官提供了独家影像，影像内容是方可谢遇害时的情形。警方这边希望可以将这影像当作起诉的最关键跟最后的证据，请庭上准许当庭勘验。同意。当庭勘验影片内容。看到你的朋友受这样的伤，不怕吗？人做每一件事都是有风险的，多与少而已。如果这样可以让我和我的家人过好日子，我觉得很值得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出来，被告为了不要让自己的生物特征被辨识出来，使用类似穿戴式摄影镜头。虽然没办法看到凶嫌的面貌，但不可排除，这就是被告跟被害者因为先前在咖啡店的冲突，让被告心生埋怨，就对被害者痛下毒手。被告自始至终都在狡辩说自己是清白无罪的，实在可耻。我进看守所第一天就已经接受检查。我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外伤，那是因为你从背后攻击他的时候从正面反击了，你当然不会有外伤啊。如何证明我是凶手？请被告不要打断检方发言。警方在犯案现场还有梁东的住所、事务所都无收获凶前进行 SM 性交时所着之衣物、道具以及直至剃刀等凶器。那是因为凶嫌在警方到达之前就已经处理掉这些证物，规避搜证，再折返方可倩的住处。基于以上合理怀疑，检方这边强烈的建议庭上，请被告拿出相关的证据，证明自己没有离开过现场。请被告回答问题。检方在理清案情之前，就以本人曾经与被害者发生争执，而认定本人就是凶手。我已多次在警讯笔录当中一再强调，我是在方可倩案发后不久才抵达到犯罪现场。对于我于案发之后先行将凶器丢弃掉，再回到案发现场这一推论，庭上无论是套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，这一点可以成立。而检方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要找一个替罪羔羊，
强行将罪名罗织在我的身上，因此，对于检方方才的论点，我无法回应。你不公开，你们要干嘛？我是证人吴玉兴。而我可以回答的是，检方应该要问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。我手上有方可倩操性侵的影片。你杀方可倩的时候录的？伤害方可倩的凶手录的。你有凶手是其他人的证据，为什么开庭的时候不拿出来？等你看完影片之后，你可以决定凶手是否为我，决定权在你。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，为何被告会以特殊的攻击手法伤害被害者？庭上，我认为未将加害者的攻击手段及特征一并考量，难以厘清事实之经过。庭上，有异议。虽然这不是检方所提出来的问题，但是本庭认为值得参考，请被告继续陈述。影片中的加害者最大的犯罪手法为去个人化，将被害者当作是没有生命的物品，用直式剃刀割伤后背，是其签名特征。而如此冷血、不带情绪且明显事先预谋犯案的攻击手法，归类在前置攻击形态。在影片中的犯罪现场，初步判定其性侵手法归类在犯罪线，本质是操纵、主宰与掌控。我的意思是，若我与方可倩之间有过往恩怨，那我理应是带有情绪性及恨意的反应攻击，绝对不会如同影片中的男子如此从容、冷静。报告，请进。来吧。被告还有其他辩论要陈述的吗？没。请证人入庭。要紧张，好好表现。证人请到应讯台。这两证据好，人质怎么处理？我知道了。干什么？把他们处理掉。收到。今天你来作证，有没有被追诉的风险？没有。你是否愿意作证？是。以下是证人结文，请朗读以后在上面签名。今为2021年状诉字第101号事件作证，当据事实陈述，绝无逆、是、增、减，如有虚伪陈述，
愿顺为正之处罚，仅此具结。证人吴玉兴。好，证人请就坐。请公社辩护人行主诘问。吴小姐，感谢你今天出庭作证。我跟被告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要询问你。你认识被害人方可倩吗？认识，我跟方可倩是空服员，我们是同事。那你有看过被害人受虐的影片吗？看过。那你见过影片里面的男子吗？证人，请你开开金口，这边是法院，要录音的。我可以出庭指认梁延东，但我要确保他们是安全的。不用管我，去法院。就指认梁延东。当然。吴一兴，请你回答问题。见过。你在什么地方见过的？他曾经是我的客人。请你告诉我们，影片中的男子现在有没有在现场？吴一兴，请你回答问题。请证人马上回答问题。干什么？可以不公开？不是，不是。干什么？可以不公开？手机，来，证人马上回答问题。对，哎，你会走啊？你怎么那么快啊？稍早有通无声的报案电话，现在这个已经是第2通了。报案电话跟任飞的定位相近，现场还有打斗声。学姐，要跟队长讲吗？队长，什么事啊？任飞好像出事了。直接干掉你，是太便宜了。
么继续打我？啊，继续打！你有本事朝我开枪！我在跟你讲话，朝我开枪！抢方向！抢方向！出去！不让我杀他！把枪放下！出去！我要开枪了！石头，出去。对啊，自己小心。我跟你说啊，警方的支援大概7分钟左右就会到了，要不要想一想啊？啊！少废话，让我出去！这样好不好？你先把这个女的，你放到走，我取消支援。说话算话，不要耍我。我放了。没事，你先走啊，我处理了啊。走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你们暂时不要过来。还有啊，大家听好，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。说什么？好，大家清醒点啊！本班机即将起飞，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。本班机即将起飞。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，可以，来去保育，再一次。来，现在可以开始回答问题了吗？吴月琴小姐，你说你看过影片中的男子，那请你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影片中的那位男子现在有在现场吗？不在。报告庭上，辩护人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请检方做反诘问。吴小姐，你说影片当中的男人曾经也是你的客人，是。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碰到这个男人的？可以请你讲的再详细一点吗？是方可倩介绍给我的。我先生因为心脏问题需要移植器官，让有贷款的我们入不敷出，我就问了曾经做过高级援交的方可倩，请他帮我介绍的。那请问你，从你开始从事这个高级援交以来，总共有多少客人了？一，此问题与待证事实无关。请证人回答问题。我不清楚。你不清楚？那你怎么确定影片当中的蒙面男子就是你的客人呢？只有这个客人有这种癖好，而且梁延东不知道我私下在接援交。影片里的客人在跟我交易的时候，并没有蒙面，所以我看得很清楚。那个人不是梁延东。吴小姐，
案发当时你不在现场，你单靠这个信票来推断，他就是你的客人，不是自己亲身的所见所闻，很容易认错人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这个变态不会认错。你曾经这样伤害过我。哎，那边还有2吨要你给我的东西。等一下，这里面现有所有受害者的影片，包括吴玉清的，你把所有内容公开吗？当初如果没有媒体监督，警队就不会有压力，就不会那么快侦办孕妇分尸案。可是你们媒体就很爱乱写啊！是不是乱写？你到时候自己看嘛。我比较好奇，你现在立了大功啦，是比较想要先争取复职呢，还是想要调查绑架吴玉兴的人？抓人，现在抓人比较重要。快点啊！到这了，快点！赶快挣扎了，乖一点。老哥，准备的刚是不是？上来。这样，你早就知道任飞在帮梁元忠了吧？这小飞哥啊，虽然爱闹事，但是他这次的直觉很准。对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直觉了？有问到什么吗？口径一致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猜他们都是一些地方的地痞流氓，拿钱就办事，也不会问付钱的人是谁。我觉得梁元忠这个案件啊，真的有问题，可能有人在幕后主使。可是梁元东的案子是西雅区的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少管闲事好了。可怕屁啊！你什么都嘛少管闲事，靠北啊！那你管过什么事？有啊，你们2个的事啊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哎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，走。得分哦。还可以吗？谢谢。还有任飞，你不要谢我，你谢他就好，他付出比较多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是你们说服我出庭，我不会在这里。本来我以为说出真相会很危险，是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说出来反而轻松多了。我觉得我们做对了一件事情。我想，你现在的感觉大概就跟任飞说的一样，是真正的自由吧。能碰到像他这么好的警察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就这个屁孩而已。哎，小李，
结束。很少。那个梁安东担心你会有危险，所以我帮你安排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如果计划顺利进行，让吴一兴能够出庭作证，那么他便会得到很多的注意。我必须替他想好后路，免得他遭受更大的危险。你说他帮你出庭作证会有危险，那我去找他，我就也会有危险。把他带到这个地方，他会很安全。后悔了。对的。不能警察责任的啊。所有的证据都已检视完毕，证人结论完毕。接下来，请被告及公设辩护人做最后论述。辩护人这边会再用诉状做最后的法律意见表示。至于最后陈述的部分，我希望留给被告自己好好表达。剥夺他人生命是罪恶，将人凌虐致死是极恶。今天我站在这，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进行狡辩，而是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方可见被害之后，依旧放任凶手继续逍遥法外。倘若司法的终极目标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，那么究竟到底是谁赋予了凶手可以继续伤害下一个人的权利？证人吴一兴今天愿意不顾一切说出事实，不是因为我，而是他很清楚地知道，只要真凶还没有弃捕到案，就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受害者出现。在这段日子，我不断地想找出真凶，还给自己一个清白。喂，走得干净点。知道了。
但现在，比我清白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知道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。所以，我现在只想问：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追求真相？为了找到一个凶手，还是不一切的代价，阻止下一个受害者出现？你要知道，没有人是被放弃。是我的善，答案永远是我。